大家好，我是曹伟东。在珠海航展呢，飞行表演的时候呢，我们既看到了军用飞机的表演，也看到了民用飞机的表演。那么，多数观众啊，他在欣赏这个战机的时候呢，只是关注歼20这样的飞机。哎呦，这个隐身飞机原来是这样的，嚯，这个声音这么大呀！其实呢，这都是外行看热闹。因为作为我们就是对航空工业或者对军用飞机了解一些的人来说呢，我们通过它的飞行表演，实际上是看到了解放军，特别是人民空军的战斗力的提升。因为战斗力是武器装备与驾驭这些武器装备的人，也就是飞行员和飞机结合以后所产生的能力。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歼20这次有4机的编队，但同时就是到达机场的其实有6架这个歼20。那我想实际上除了这6架以外，一定还有备份机，说明它的数量是在不断增加的。因为往届的时候最多也就是2架歼20给你空中盘旋或者是过场做几个动作就完了。这次是4机编队给你表演，而且还有2架飞机表演完了之后落下来，让你近距离的观看。那么这说明了数量。再有一个呢，就是当4机编队的时候，来给你做各种复杂的动作，比如说通常就是对飞，然后给你空中的时候4机编队他们说这是一个钻石编队，我说不对，这就是个平行四边形。钻石是什么？是多面的，你还没达到就是这个多面体因为你不可能组成这么一个钻石形。但是呢，它做出了很多的军事的动作。军用的飞机你看3部分，第一，如何起飞的，就是它一般都是大仰角起飞，大仰角起飞说明它快速的离地，快速的达到了相应的高度，然后就可以往相应的空域去飞为什么飞行员他要登机的时候他跑步去呢？就是争取时间。大仰角的起飞就是在争取时间。但是人很难受，因为如果我们乘客坐这样的飞机，耳朵要么压得难受，要么就是往外凸就是因为你这个压力是在剧烈的变化，我们受不了这种过载包括就是歼20飞机后面好像有白烟，实际上呢都是扰流形成的。那我们看，既然歼20能做出这么复杂或者是惊险的动作，说明驾驭飞机的人他的技术水平是很高的。那么一个上升阶段，还有一个就是空中做的各种动作，再有呢就是它着陆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近乎于俯冲，就大于30度角的给你快速的着陆。那么我们再看81飞行表演队，它使用的是歼10飞机，这是我们的主战飞机。一般世界上很少就是用作战的飞机来作为表演，只有美国雷鸟飞行表演队用 F-16，只有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勇士飞行表演队，它用苏30这样的或者是苏227这样的飞机我们国家81飞行表演队它用歼10，所以它是用作战的飞机来给你表演。那么我们再看，还有红鹰飞行表演队。红鹰飞行表演队它虽然是中级的教8这种教练机，但是它的飞行员2名特级的，还有10名1级飞行员，它用中级的教练机给你做出很多惊险的动作，比如说空中开花，比如说双机的在这个飞行的时候，另外2架飞机绕轴飞行，还有滚筒所以你看到就是他们飞行的时候就知道名师出高徒这个道理。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教10这样的飞机在单机的表演，还有就是像 AG600，它是灭火型的，所以一下给你洒出12吨的水洒向地面，实际上到时候就是洒向火场了。还有一个，它只是其中的一员，其实呢，它的飞行表演还代表着水陆两用，因为我们在南沙有大量的岛礁，从海南岛到那儿去到就是接近南沙的时候，800到1000公里，所以你再快的船你过去你船你能跑到多少？30节了不起了吧？也就是每小时50多公里。但是呢，人家的这个飞机是500公里，是你速度的10倍。这个水陆两用飞机可就解决了速度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空中的这些飞行表演不但要看热闹，还应该看门道。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